是你在昭然楼包养头牌林月清的定情信物。裴彦州，你都有万世和子死了，竟还想着娶我？陛下，裴彦州私德有愧，欺君罔上，这桩婚事臣绝不答应。这是污蔑，陛下，是有人要害臣，臣从未去过那种地方，这字迹是伪造的。污蔑？要不要本宫现在就让人去把那对母子请来，当众滴血认亲？还是说裴大人想现在就把那个庶子接回府呢？丁，检测到宿主破坏关键剧情节点赐婚，原主角裴彦州气运值下降5%，宿主气运值提升5%。陛下，这定是有人陷害，满口胡言。臣对殿下忠心耿耿，天地可鉴。这信纸上的字迹，分明是有人模仿臣的笔迹。模仿？裴太傅，您可真会说。陛下，这桩婚事，臣绝不答应。这可是皇姐，圣旨已下，若是收回，殿下，裴太傅乃大晋第一君子，只是一些私生活上的事情，恐怕是误会。若因此废了圣旨，岂不让天下人笑话皇室儿戏？宿主，劝您尽快否决，否则按照原剧情，皇帝会心软，裴彦州会无事。你这是在替裴太夫说话，还是在替你自己说话？本宫记得上个月户部拨给裴太夫修缮府邸3万两白银，至今未见账目吧？殿下，你胡说什么？是不是胡说？查一查便知。陛下，臣有一请。皇姐请讲。臣要裴彦州即刻交出太傅之印，回家反省。同时，臣要大理寺介入，彻查裴府账目。殿下，你怎能这般绝情？臣绝情？裴大人，本宫还没说你私藏禁军甲的事呢。你血口喷人！长公主，这话可不能乱说，那可是谋反的大罪，可不能因为您的私人情绪，就让一个忠臣成为结党营私的罪人。系统扫描裴彦州身上是否有违禁物品，扫描中。检测到裴彦州袖中藏有一枚微型兵符，乃北狄使者所赠，是日后通敌的关键信物。裴大人，把你袖子里的东西交出来。臣袖中无物。萧策，末将在。搜身。住手！殿下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在朝堂之上公然让侍卫进来。北狄的调兵虎符，裴彦州，你竟勾结外敌！不是，这是臣捡来的。捡来的？裴大人，你的运气真好，连敌国的虎符都能捡到。来人，把裴彦州打入天牢，交由大理寺审问。陛下，陛下，臣冤枉，冤枉，冤枉！陛下，臣是被裴彦州蒙蔽的，臣绝对忠心耿耿。行了，都退下吧。皇姐，我景恒，帝王之路如同一个人走独木桥，你不能相信任何人，满朝文武都是你的工具，你只有掌握他们的弱点，才能让他们为你所用。皇姐，以后朕只听你的。不，景恒，你不能只依赖我，你应该自己成长，自己懂得权衡之道，成为真正的皇帝。陛下，裴党虽除，但朝中隐患未消，臣请旨接管禁军，整顿京城防卫。准，皇姐要什么朕就给什么。恭喜宿主成功夺取禁军兵权，气运值加10%，原主角裴彦州气运值下降至85%。殿下，裴彦州已被关入天牢，但他的党羽众多，恐怕会有反扑。萧策，本宫知道你是个忠臣，从今日起，你不必在大理寺屈才了。殿下何意？本宫要你掌管禁军，做本宫的刀。末将萧策愿为殿下效犬马之劳。记住，
你的刀要快要狠，因为接下来的对手比裴彦周更难缠。系统，别装死了，我要知道裴彦周现在的状态。检测到关键剧情人物林月清的位置。剧情里，裴彦周将在半个时辰后派人去杀他灭口，并触发忍痛割爱的剧情，骗取路人好感。宿主是否截胡？截胡？不，我要让他连苦情戏的资格都没有。萧策，末将在。天牢那边，裴彦周是不是在绝食？是，他声称自己冤枉，要绝食明志。狱卒们被他的气势吓住，不敢动刑。绝食？想演博营舒心的戏码？你先起来吧。是。拿着这个去贫民窟的如意巷，把里面那个女人和她的孩子带回来。记住，要活的，别吓着孩子。是那个林乐清。裴彦周想演苦情戏，本宫就给他送个惊喜。裴大人，丞相那边有信儿了。老师果然狠辣，林乐清那个女人留着就是祸害，只要她死了，死无对证，司业离就算有那些信纸，也翻不了身。你是谁？裴郎派你来的，是不是我们要离开这里了？裴郎让你上路。动长公主的人，找死！长公主。林姑娘，裴彦周为了自保要杀你们母子，你还要护着他吗？他说过，他说等事情过了就来接我们。裴彦周在金陵殿上要娶当朝长公主，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摄政王，而你自己为了他，你躲在这不见天日的地窖里吃着馊饭。等他大事一成，你们还能活吗？可我该怎么办？跟我走，本宫保你母子平安。但你要做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明天上朝，我要你当着满朝文武的面，把裴彦周送你的那些定情信物，还有他那些私房话，原原本本说出来。好，我这条命是公主给的，我要让他身败名裂。恭喜宿主成功策反关键证人林月清，裴彦周气运值下降5%，当前剩余80%。皇姐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听说你要带那个女人来作证。怎么，陛下觉得不妥？不是，是王丞相，他们已经在宫门外跪着了，说皇姐你为了争风吃醋，不顾朝廷体统，要逼死太傅。逼死他？我还想让他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呢。景恒，你过来。皇姐，裴彦周虽然倒了，但他的党羽还在。丞相王大人、兵部礼尚书，他们都是世家出身，盘根错节。光靠一个林乐清，只能伤裴彦周的皮肉，动不了世家的根基。那怎么办？我们要换血。换血？明天早朝，我会让林乐清作证，坐实裴彦周的罪名。到时候，丞相一定会保他。景恒，我要你在那时候站出来，下旨重开科举。重开科举？可是，这会让世家不满的。就是要让他们不满，只有寒门子弟上来，你才能有自己的人用。你也不想一辈子做个傀儡皇帝吧？这不行。那就在明天的朝堂上拿出你皇帝的威严来，我会站在你身后，
但这一次必须你亲自完成。陛下，裴太傅乃先帝钦点的顾命大臣，即便有过错，也当交由御史台审理，怎可如此羞辱斯文？长公主听信谗言，待以风尘女子入殿，成何体统？请陛下三思。长公主此举有失大体。体统？王丞相，当朝太傅私通帝国，以包养外室，甚至企图谋反，这就是你口中的体统？证据呢？仅凭几封来路不明的信，就能定裴太师的罪吗？好，本宫就给你们证据。带林月清。爹爹，你怎么还活着？陛下，民女林月清本是昭然楼歌女，3年前裴大人微服私访，对民女一见钟情。住口！你这贱婢，是谁指使你的？是不是私人里？裴彦州，你为了前途要杀我灭口，还要杀我们的孩子，既然你不仁，休怪我不义。这是裴大人这3年来写给民女的私信，里面不仅有他的笔记，还有他让民女帮忙转移赃款的记录。利用太傅职权，将朝廷修和的款项通过地下钱庄洗白。裴彦州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不，这不可能。这些信我明明都烧了。检测到原主角心理防线崩溃，气运值大幅下降，当前剩余65%。陛下，裴彦州罪证确凿，当诛。但臣以为裴彦州虽除，朝中积弊未清。皇姐意志何事？我大晋立国100年，科举取士却逐渐沦为世家门阀的自留地。寒门子弟纵有惊天之才，也无出头之日。裴彦州便是世家把持朝圣的恶果。长公主这是要做什么？臣请陛下重开科考。什么？此次科考不问出身，不限门第，不论资历，凡有真才实学，能安邦定国者，皆可入仕。陛下，不可！此举会乱了祖宗法度，让朝堂变成鱼龙混杂之处。放肆！祖宗法度？裴彦州就是祖宗法度选出来的贤臣，还不是欺君罔上，意图谋反？如今看来，这朝堂之上早就应该换血了。皇姐所言正合朕意，传朕旨意，3月后重开科考，由长公主亲自监考。听说了吗？那个伪君子裴太傅被抓了。是啊。听说还要开科考，让我们穷人家的孩子也能当官呢。是啊。四夜里，你毁了我，你毁了一切。宿主，你失败了。不，我没有失败，我不会失败。攻略失败，即将脱离世界。不要，我不要离开，我要成为皇帝，我要万人之上。系统，你有办法，你一定有办法。我要留在这里，无论什么代价我都同意。宿主可选择献祭剩余寿命，换取一次机会。推荐宿主先逃离这里。越狱？不，我要留下来，我要看着他们得意，然后在最高处致命一击。笑什么？你以为你还是那个裴太傅吗？再出声你试试。前世这个世界，京城明明风调雨顺，从未有过这般异象。警告：检测到世界气运因剧情大幅偏移产生紊乱，京城及周边将爆发持续暴雨，引发洪涝天灾。萧策，末将在。即刻传令，关闭京城9门，通知工部即刻加固河堤，让户部清点皇家粮仓与府库存粮，预备赈灾。另外，派禁军巡查城内低洼地段，组织百姓向高处转移。遵令。天灾虽至，民心不可失。这大晋的百姓，我护定你。宿主气运值小幅提升，检测到救灾关键节点样质，完成赈灾，可进一步收拢民心。陛下，
此乃百年不遇的暴雨，黄河支流已开始涨水，周边3县的桥出现不同程度的裂痕，再这样下去，恐怕有决堤的风险啊！陛下，加固河堤需大量木料、石料，工部府库储备不足，且赈灾粮饷耗费巨大，如今国库空虚，怕是难以支撑啊。王丞相所言极是，往年粮饷本就紧张，又逢重开科考筹备，府库已无多少余粮，这赈灾之事，怕是国库空虚，便用世家私库补；河堤缺料，便拆世家别院的木料石料。国难当头，何来那么多借口？陛下，百姓乃江山之本，河堤溃堤，受灾的是大京子民，丢的是大京的江山。今日之事，需陛下钱纲独团，传旨，凡京城世家3日之内捐出30%存粮、半数木料石料，抗旨者以通敌论处，抄家充公。皇姐所言正合朕意，王丞相即刻传朕旨意，按皇姐所说办。若有世家抗旨，你便带着禁军去抄家，出了任何事，朕担着。没想到这个14岁的小皇帝竟会有如此魄力。王丞相，朕的话你没听见吗？臣遵旨。景恒终究是长大了，不再是那个需要护在身后的小皇帝了。动作快，这边！多谢长公主，多谢长公主救命之恩！老伯快起！天灾无情，人间有情，有本宫在，定不会让大家无家可归。好重啊！天灾虽可怕，但只要民心齐，便没有跨不过去的坎儿。慢慢吃，别怕，有朕在，有长公主在，大家都会好好的。从前的陛下胆小怯懦，如今却能亲自到赈灾点安抚百姓，这都是长公主的教导啊。陛下，前方巷口有几户百姓不肯转移，说舍不得家中财物，禁军劝说无果，还请陛下定夺。各位乡亲，洪水即将漫入城内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若是丢了性命，再多财物也无用啊。朕已让人在城外搭好了棚屋，有吃有住。待洪水退去，朕会派官差帮大家重建家园，可好？草民遵旨，多谢陛下体恤。朕终于明白皇姐说的“百姓乃江山之本”是什么意思。忽悠百姓，就是忽悠大晋的江山。继续巡查，若还有不肯转移的百姓，耐心劝说，切勿动粗。另外，让御膳房多做些热粥，送到赈灾点，让百姓们都能吃口热的。遵旨。大人，大人，大家快坐，不必多礼。洪水退去，很快就能回家了。陆凌望，凌望哥自小体弱，被送到老家休养，多年未见，难道他回来了？凌望哥。是他吗？还是我看错了？那背影明明与凌望哥如此相似，可为何不肯回头？若是凌望哥，他为何会出现在这里？殿下，灾后重建工作已陆续展开，户部已拨发银两，帮百姓重建家园。世家虽心有不甘，但也按旨交出了粮料，无人敢抗旨。另外，科考筹备已全部完成，各地学子已陆续抵达京城，宫院已准备就绪，只待3月之夕一到，便可开考。辛苦你了，萧策。继续盯着灾后重建，切勿让官员贪墨赈灾银两。另外，加派人手保护各地来京的学子，尤其是寒门子弟，谨防世家暗中使坏。遵令。那个白衫男子到底是谁？暂无相关数据，无法检测。来人，去查一下陆家长子陆凌望现在在哪儿。是。若真是凌望哥，该多好！可那未知的变数……
哪来的寒门小子，也配来这贡院赶考？一身穷酸气，赶紧滚远点！对不起，我这就走。莫怕，今日是皇恩浩荡的日子，天子脚下，他们不敢造次。谢轩大哥。谢轩，这就是系统推荐的寒门领袖吗？虽然出身寒微，但这股子沉稳劲儿，倒是个人才。警告！贡院内部发现异常能量波动，有人想要淘汰优秀学子试卷。萧策，末将在。封锁贡院，只进不出。今日若有人敢在考场里搞鬼，格杀无论。这份卷子字迹潦倒，离经叛道，直接出落。大人，这似乎是解元之才啊！让你出落就出落，寒门子弟懂什么治国之道？是。啊，长公主，您怎么来了？本宫奉旨监考，听说李大人觉得寒门子弟不懂治国安邦。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今世家占田7成，百姓无立足之地，此乃国之大患。这言辞太过激进，恐有什么？恐有动摇世家根基之嫌。传此人上殿，本宫要亲自面试。草民谢轩，见过长公主。你就是这份卷子的作者，你可知，你这篇策论若是放在10年前，是要掉脑袋的。草民只知，若不说真话，这大靖的脑袋迟早也要掉。这人胆子也太大了。好一个大靖的脑袋！谢轩，本宫问你，若让你主政户部，你第一件事做什么？清丈铁母。哦，这可是得罪全天下的世家大族。得罪世家不过是掉脑袋，得罪百姓丢的是江山。长公主重开科考，不就是为了找敢做事的人吗？若只想找听话的狗，何必开科取士？啊，这不是。恭喜宿主成功发掘治世能臣谢轩。谢轩，听封，本宫特旨点你为本次科考会员，即日起入翰林院，受7品编修，协理户部清丈田亩事宜。这不可能！系统问你是否启动兑换，我们可以帮您越狱，去杀了那个谢轩。不，杀一个谢轩没用，司业里还会提拔10个、100个谢轩。我要做的是毁掉他们的信任。那个谢轩虽然有才，但性格刚直，容易得罪人。我要让他死在自己人手里。把这个送到王丞相府上，告诉王大人，想保密就按我说的做。谢轩乃司业离之鹰犬，欲除之，必先毁其清名。户部账册已经伪造，只需让谢轩背锅，司业离必杀之。裴彦州虽然疯了，但这招借刀杀人确实高明。谢轩那个愣头青，刚上任就得罪了所有人，只要账册对不上，他就是最好的替罪羊。老爷，那这伪造的账册做干净点，把江南水患的30万两赈灾银做成亏空，记在谢轩头上。到时候不用我们动手，
长公主为了维护朝廷法度，也会砍了他的头。殿下，臣冤枉啊！这江南赈灾银的账目，臣从未经手。这上面的印章虽然是臣的，但绝对是伪造的。经查，这本账册确实是在谢轩的卧房里搜出来的，人赃并获，谢轩难辞其咎。什么？在我房里？这是栽赃！谢轩，你可知这30万两银子，若是找不回来，按大禁律当斩。臣不怕死，但臣不能背负贪官的骂名。殿下，请给臣3天时间，臣一定查出真相。3天？好，本宫给你3天，但这3天你不得离开府邸半步。萧策，看好他。是。宿主建议将此案交给司景恒处理，看他是否能学会制衡朝堂。系统说的对，景恒太人弱，这次正好让他练练手。皇姐，谢轩真的贪了，那可是赈灾银啊，整整30万两白银。证据确凿，账册在他房里，印章也是他的。景恒，你是皇帝，你说该怎么办？可是，谢轩是皇姐您亲自提拔的，而且他看起来不像贪官。陛下，法不容情啊！谢轩身为户部官员，知法犯法，若不严惩，何以服众？请陛下下旨斩谢轩，以正威名。王丞相，你这么急着杀谢轩，是不是怕他查出什么？陛下何出此言？臣是为了大禁律法。律法？你口中的律法，就是用来陷害忠良的吗？谢轩是皇姐的人，也是朕的人，他贪没贪，朕会亲自查。但在查清之前，谁敢动他一根汗毛，朕就先斩了谁。陛下，你有异议？陛下，圣明！恭喜宿主教导有方，气运值加5%。这墨迹不对，这印章的印泥太新了。谢大人，上路吧！萧大人，快动手！看来有人急了。萧大人，这账册上的印泥是朱砂混合了鱼胶，这种配方只有王丞相府的书房才有。谢大人，你不仅会算账，还会断案，为了活命，不得不学。王丞相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皇上，臣也是为了江山社稷啊。再说，谢轩虽然无罪，但银子却是不见了。陛下，王丞相说的确是，谢轩无罪，但这30万两银子确实不见了。臣请旨让谢轩前去江南查明真相。谢轩，朕命你为钦差大臣，前往江南，务必在1个月内把这30万两银子找回来。臣领旨。若找不回来，朕便治你办事不力之罪。臣若找不回来，甘愿领死。谢轩去了江南，好得很，那可是王家的地盘。谢轩那个愣头青到了苏州，正准备查王家的粮仓。他敢查！把这个带出去，交给城里的回春堂，告诉那里的人，只要按我说的做，把病死的老鼠扔进水源，再散布谣言说谢轩带来了瘟神。大人，这是造孽呀！那是活生生的人命，人命在权力面前什么也不是。只要我能成功，只要谢轩被暴民打死，四叶离就会失去左膀右臂，司景恒就会失去民心。快去！不必急着回府衙，先带本钦差去看看城南的官仓，再去王家掌控的粮行转转。钦差大人，城南官仓近日因修缮闭门，王家粮行恐不太方便，
王老爷今日设宴为大人接风，不如先移步酒楼。不方便，本钦差奉陛下旨意查赈灾营亏空案，整个大京内何处不方便？休战官仓，本钦差倒要看看是真休战还是藏着猫腻。带路。谢轩，这里标注着王家在苏州的所有产业分布，你拿着应该知道怎么用。谢长公主。开门，本钦差要查仓中存粮。大人，仓门钥匙不在小的手上，管事大人今日不在，倒是巧得很。砸开！苏州乃江南富庶之地，30万两赈灾银竟只换来这些破烂，王家竟然如此欺上瞒下！钦差大人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不知大人有何吩咐？粮行内米粮充足，为何谎称紧缺，哄抬市价？本屠杀问你，这些米粮可有赈灾银购置的官粮？大人说笑了，这些都是小人自家收购的私粮，与官粮毫无关系。钦差大人远道而来，怎好劳烦大人查这些琐碎事儿？府衙接风宴已备好，随我一步吧。琐碎事，赈灾银关乎数万灾民性命，乃是天大的事。今日本钦差就要查个水落石出，谁敢阻拦，以抗旨论处。大人既执意要查，便查便是。只是苏州地界复杂，大人初来乍到，还需小心为上。查所有的账本，一本都不能少。是。王家一个管家吃戳如此之好，看来是真的有很大的问题。这账目做得看似天衣无缝，却处处透着刻意。大人，属下查探到，王家近日将大量米粮偷偷运入自家私库，还暗中收买了府衙不少官吏。今日引路的差役头目就是王家的人。意料之中，长公主临行前嘱咐我，王家在江南经营多年，盘根错节，查案需步步为营。如今看来，不仅要查账，还要找到他们藏匿赈灾粮的实证。传令下去，今夜分2队人，一队暗中监视王家私仓，一队查探回春堂的动向。我总觉得王家不会坐以待毙，定会使出阴招。属下遵令。长公主，陛下，谢轩定不辱命，必查出水灾银真相，还江南百姓一个公道。按裴大人的吩咐做，把这些东西扔进城南几口煮水井，记住，做得干净点，别留下把柄。小人遵命。快救人啊！是危险来了，这水喝不得呀！是钦差带来的灾气，他一来，咱们苏州就完了。谢轩是瘟神转世，他要把咱们全害死！大胆，乱喊什么？别冲动。大人，快跑！这群人疯了！不跑！今日之事，本钦差若退一步，江南百姓便永无出头之日。都给我停下！我是陛下派来的钦差谢轩，奉陛下和长公主之命，前来查赈灾银亏空案，是来帮你们要回救命粮，要回公道的。骗子！王老爷说了，银子都被你贪了，你就是个贪官，是你带来了瘟神，快关注苏州！如果我是瘟神，那你们告诉我，为何唯独王家深宅大院里的人安然无恙？为何除了王家大宅家里的水喝了之后才会出事？我敢拿性命担保，这病是人祸，
是有人在水里下了毒，想要借你们的手除掉我这个钦差。那里面藏着用30万赈灾银换来的粮食，那是朝廷给你们的救命粮。他们现在借你们的手除掉我，那30万两，那满仓的粮食就永远归他们所有了。你们愿意吗？陛下，臣早就说过，谢轩年轻气盛，去江南只会激怒百姓。如今酿成大祸，请陛下下旨严惩谢轩，以平民愤。王爱卿，你真的很关心谢轩啊？臣是为国分忧。为国分忧，朕看你是在落井下石。皇姐说的对，朝中有人想借刀杀人，朕告诉你，谢轩是朕亲自点的状元，是朕派去的钦差。他若死了，朕就让你王家满门陪葬。陛下，臣不敢。传朕旨意，封萧策为征南将军，即刻起接管江南防务。谁敢阻拦钦差办案，先斩后奏。奉陛下谕旨，禁军接管江南防务，有胆敢阻拦钦差办案者，先斩后奏。谢大人，你没事吧？萧将军，我要进粮仓，现在。找到了。谢轩，你敢动我？我叔叔是当朝丞相。丞相的侄子，很好。这账册上记得清清楚楚，30万两赈灾银被你王家用来修建私园、购买良田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因为我也懂药理。那水里的死老鼠，是你家下人放的。萧将军，把这些人全部押解回京。宿主，紧急预警，北狄狼骑已集结于边境，预计3日后抵达京城。检测到未来的北境战神霍无疆正在京城教场闹事，宿主可前往教场，将他收入麾下。霍无疆，霍老将军的儿子？正是，但他此刻正被兵部尚书王莽刁难，若宿主再晚去一步，这位未来的战神就要被乱棍打出校场了。萧策，备马，去校场。霍公子神力惊人，但如今北狄压境，我们要的是能运筹帷幄的统帅，不是逞匹夫之勇的莽夫。况且你父亲当年就是因怯战被革职，虎父犬子，谁知道你是不是来骗军饷的？你说什么？家父是为了掩护百姓撤退才断了后路。你们这群只会动嘴皮子的文官，懂什么叫打仗？放肆！在校场之中咆哮！来人，拖下去！住手！你就是霍老将军的儿子。草民霍无疆，见过长公主。听说你精通骑射，擅长奇袭。略懂。那是300步外的移动靶，你若能3箭全中，本宫便信你有本事。神射！好剑法，但这还不够。北狄骑兵来去如风，最擅长佯败诱敌。若你为将，遭遇北狄主力佯败，你当如何？追，那是死路。不，追到断魂谷，放火烧山。北狄人以为那是他们的生路，其实是他们的葬身之地。置之死地而后生，这才是霍家军的打法。置之死地而后生。好，霍无疆，听封。本宫特旨，封你为破虏将军，即刻起接管北境3万边军残部。长公主，不可，他是个愣头青，怎能给他兵权？大境若亡，你们这些文官第一个投降，但本宫和霍将军会战到最后一人。恭喜宿主，成功收服北境战神霍无疆。裴彦州，裴大人，单于有令，只要你肯交出京城的布防图，
并想办法打开城门，我们的大军今夜就能破城。布防图，我早就画好了。告诉你们的单于，今夜此时，我会利用东西制造一场地震，炸开牢门。你们在城外接应我。那四夜里和那个小皇帝，我要亲手杀了他们。我要看着这个国家在我的脚下破碎。萧策、霍无疆，末将在。裴彦州要越狱，他手里有京城的布防图，还勾结了北狄细族。你个叛徒！霍无疆，你带一队人马埋伏在天牢外的下水道出口，裴彦州若逃，必走水路。是。萧策，你随我守在天牢内。今晚我要给裴彦州办一场庆功宴。是。北狄想趁乱攻城，好，我就让他们有来无回。四叶离，你没想到吧？我利用寿命兑换了微型爆破，这牢门挡不住我！四叶离，准备受死！裴彦州，你死期到了。萧策不过是个武夫。裴太傅，这么急着去哪儿？四叶离，你毁我前程，夺我气运，今日我便要杀了你，夺回属于我的一切！你以为靠这种小聪明就能赢我？我没输，我还有底盘。北狄狼袭已经到了，京城完了，完了！四叶离，我让你看着大晋灭国！哈哈，裴大人果然手细，炸开了城门，将士们杀进去，抢钱、抢粮、抢女人！放心！怎么可能？城门不是开了吗？那是诱饵！将士们，随我出声杀敌，开城门！不可能！我的狼骑怎么会输？裴彦州，你的气运尽了。四叶离，你赢了，但是你也别想好过。萧策，退！霍将军，你做到了！末将信不辱命，北狄狼骑，全军覆没。大晋的江山守住了。看，是长公主，是霍将军！大晋的英雄，大晋的英雄！上一世，这里也是这样的热闹，只不过那时站在高台上接受欢呼的是裴彦州那个伪君子，而我和景恒只能躲在楼上的角落里，看着他被万人敬仰。这一世，终于不同了。前世关键人物魏萧出现。小畜生，再乱动，一会儿老子鞭子抽你！我要杀了你们，滚开！殿下，怎么了？你看那边。混蛋！魏萧，上一世他就是在这里被裴彦州救下的。裴彦州用一顿饭、一件衣服就收买了这个未来的叛军首领，让他对自己死心塌地，最后成了他手中的刀，杀了我和景恒。小畜生，听不懂话，一会儿就把你卖到矿上去！我要杀了你们！还嘴硬，用力抽！走吧。殿下，那孩子看起来有点……那是他的命，上一世不，这一世我不会救他。走吧。想活命吗？想活命，就跟我走。
我不给你饭吃，但我教你杀人。警告！警告！检测到未知变量介入，原主角气运已被剥夺，世界线生成了新的变数，未知变量气运值无法测算。系统，那个人是谁？什么叫无法预测？系统，那个人是谁？什么叫无法预测？黄姐，今日你我姐弟终于守住了这大晋江山，来，干了这杯。好，干了。那个身影竟然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熟悉感，仿佛在前世见过，但又完全不同。他救魏孝究竟是为了什么？殿下，查到了，西市口那个孩子被人带走了。谁带走的？没人看清他的脸，只知道他留下了一块令牌。黑色的眼睛。殿下，臣已派人封锁西市一带，全城搜捕那个白衫男子。不必大张旗鼓，他既然敢在皇城动手救人，又留下令牌，定有所依仗。我们越是张扬，越容易打草惊蛇。黑色的眼睛，这世上有什么人会用这个做记号？臣从未见过此等符号，江湖门派、藩王势力，甚至前朝遗部，均无记载。剧情本该落幕，可现在魏修被救，陌生男子出现，还有这块来路不明的令牌，看来这大晋的棋局，有人悄悄换了子。白衣人，你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系统，你那边还没有查到吗？抱歉，宿主，还是没有探查到。我这里的剧情到裴彦州死去就结束了，现在的事情系统也帮不了你了，抱歉。殿下，陆家长子陆凌望求见。快请他进来。凌望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什么时候回来的？身体可好些了？前世到死都没再见过凌望哥，这一世终于见到了。你应该知道你这问题是不可能好的，但现在只要你答应我的请求，我可以让你慢慢健康。想必你也刚刚也感受到了健康的感觉，你舍得放弃吗？好，我可以答应你，但也不能对阿丽动手，否则我就算玉石俱焚也不会让你得逞。劳公主挂心也好了许多，只是偶尔还会有些气短。那就好，我听闻你终于从老家回来了，正想去找你呢，谁料到你先找来了。公主有心了，理应我先来找公主，怎么能让公主来呢？倒是公主连日操劳，眼底都有了轻盈，莫不是为朝堂之事费心过度，似乎没休息好。最近事情有些繁杂，阿恒那边也离不开人。不说这些了，你身体刚好，今日怎么有空出府？身体极已无碍，便想出来走走，透透气。想着许久未见公主，便过来看看。近日朝堂上似乎不太平，我听闻虽然裴家倒台后朝堂虽清，但世家余孽仍在，导致陛下行事有点受限，所以我想着公主您是否也受到了牵连？公主身为长姐，既要护着陛下，又要打理朝政，想必也为此事烦心吧。你消息倒是灵通，不过这是朝堂之事，你一个刚痊愈的病号，操心这些做什么？我虽不在朝堂，但心系公主，若公主有难处，陆家虽不才，也愿为公主出谋划策。我知道你是在保护我，但为了健康，我不得不继续试探。公主，你可知有些秘密藏得越深，危险就越大。若你信得过我，凌望哥，你今天是怎么了？怎么说起这些莫名其妙的话？是不是病还没好全，脑子有些糊涂了？奇怪，不是在桌子上吗？我担心你。你看，这令牌做工倒是精致，不知是哪里小物件儿被我捡了来。你觉得好看吗？很好看，公主喜欢就好。天色不早了，我该回去了。今日打扰公主了，凌望告辞。也好，你身体刚好，是该早些回去休息。清河，送凌望哥。谢公主。凌望哥，有些事知道的太多，对你没有好处。宿主，你失败了。你应该知道，你的药物是我提前预知的。你要是不能完成任务，不仅会重回病弱，你我都将彻底消散。住嘴！我知道，可是阿离的戒备心太重，只能慢慢来。若你想一世安稳无忧，想守在思夜离身侧，想让所有轻视你的人尽数俯首正视，便只能加快脚步。我知晓。凌望，要在家乖乖的，不要惹你祖母生气。父亲，我们不是一起回去吗？凌望，你要听话，这次你要自己在这儿，
我们林旺很乖的，是不是？可以帮父亲照顾好祖母，对吗？当然了，父亲，我是个男子汉了，我可以照顾好祖母的。我们真的要这样做吗？母亲不哭，林旺会乖乖的。母亲哭了就不好看了。夫人，别哭了，孩子会伤心的。嬷嬷，父亲母亲没有来吗？大少爷，老爷夫人忙，但是让我给您带了你最喜欢的桂花糕。嬷嬷，父亲母亲没有来吗？大少爷，老爷夫人忙，但是让我给您带了你最喜欢的桂花糕。双全，你觉得我的父母还记得我吗？少爷，肯定记得。您这么好，老爷夫人只是太忙了，说不定过几天就来接您了。少爷，老爷夫人派我来接您回去了。少爷，醒醒，我们到了。原来这便是我栖身之所，偌大的府邸，唯独此处是被族人彻底遗忘的荒域。逆子，没看见我们在这儿吗？不行礼问好，我就是这样教你的吗？教我？我竟不知尚书大人何时教过我？是在你把我丢在乡下自生自灭的时候？混账！还是在我祖母去世，你连一面都不肯露，只有一封书信的时候？逆子，逆子！林旺，这么跟你父亲说话，太没有教养了。教养？可笑！你们让我自生自灭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教我教养？如今倒来跟我谈教养，不觉得可笑吗？够了，往事休要再提。林旺，你与长公主自幼相识，青梅竹马，为父打算向陛下请旨，为你二人赐婚。不必，长公主身份尊贵，心系江山，我体弱多病，岂敢耽误她？放肆！婚姻大事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由不得你任性。你即刻便去邀请长公主，莫要像个哑巴一样杵着。我若不去呢？润安，过来，不许过去！谁让你过来的？你哥哥他身子弱，脾气又怪，别靠近他，再伤着你。身子弱？是啊，在你们眼里，我永远是那个体弱多病，随时会夭折的弃子。赐婚的事，我死都不会应。反了！真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！别怕，娘在，离你哥哥远些，他心思重，别被他带坏了。我没有怕哥哥。安安，要离你哥哥远一点，他身子骨弱，经不得闹腾，脾气又孤僻古怪，万一不小心伤到你，可怎么好？别哭了，难看死了，伤口擦干净就不疼了。那时候的哥哥一点都不凶，一点都不可怕。双全，何事？谁让你进来的？哥哥，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回去。我想跟哥哥待一会儿。我不想跟你待着，来人，把小公爷送回去。又忘了，双全一大早就出去买东西去了。走。我不回去，我就待在这里，哥哥不赶我走。你难道要心软吗？这可是你父母捧在手心里的孩子，是代替你享受一切宠爱的孩子。闭嘴！你要留就留，若是受了委屈或是冻着了，可别后悔，也别去告状。
院落里没人，被褥都是凉的，想必是昨夜就没回去。一群废物，养你们有何用？昨夜守夜的人呢？拉下去，杖责20。找不回安安，扒了你们的皮！我的安安到底去哪儿了？她那么小，夜里那么凉，要是出了什么事儿，我也撑不下去了。都给我仔细找，挖地3尺，也要把小公子找出来。夫人，找到了，小公子在西院。安安，我的儿，你怎么睡在地上？吓死你！娘，陆凌望，你到底安的什么心？安安年纪小，不懂事，跑到你这西院，你就算不喜欢他，也不能这么糟践他，让他在地上睡了一夜。天这么冷，他要是冻出个好歹，你担待得起吗？是他自己不肯走，我留他住宿，已是仁至义尽。你还敢狡辩？他是你亲弟弟，你身子弱，我平日里让安安离你远些，是怕扰了你。可你怎能如此狠心，对他不管不顾，任由他睡在冰冷的地上？我看你就是心存怨念，故意针对安安，嫉妒他得到我们的疼爱。以后看好小公爷，再也不许他踏足西院半步，免得被某些心怀不轨的人带坏。是夫人。黎黎，我回来了。你可不知道，我这次去江南简直见所未见，那水乡画舫、烟雨石桥，还有街边的糖画菱角糕，比京里有意思100倍。我还看了龙舟赛，锣鼓震天，船快得像箭一样。黎黎，怎么了？才半年不见就不认识我了？怎么会呢？怎么会只是半年不见呢？算是前世的时间，已经许久没见你了。说正经的，黎黎，你和裴彦周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之前不是说你就要和裴彦周成婚了吗？怎么突然京城开始传你克夫了？是你后悔了，还是裴彦周那边出了什么事？没怎么，散了。散了？怎么可能散了？你们当初不是……当初黎黎为了裴彦周，不惜顶撞先帝，顶着满朝文武的非议，跪在宫门，硬是要让先帝下旨赐婚给裴彦周。现如今先帝退位，司景恒继位，马上就要赐婚的时候，为什么说散了就散了？你想问他怎么死的，是吗？他是怎么死的？是病逝，还是被人害死的？不是病逝，是我杀了他。什么？黎黎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你杀死了裴彦周？你们不是要结婚了吗？你还那么喜欢他？喜欢？他当初接近我，不过是看中了我长公主的身份，看中了我能给他的权势，我给他铺好了路。可他转头就联合那些老臣想要上位，甚至联合外敌入侵，想要推翻大晋。这样的人，我留着他干什么？他陪我不过是为了我长公主的身份罢了。若他真的有心，又怎会做出那样的事？黎黎，不说他了，说说你吧。你说你被人救了，又是怎么回事？我去关外的时候遇到了马匪，他们把我掳走了，想要勒索赎金。我以为这次死定了，没想到是一个人救了我。他身手很好，3两下就解决了那些马匪。他穿着一身白衣，还拿着一把折扇，身形高大。可惜把我放到安全的地方之后就离开了。后来我去找过他，但是怎么也找不到。那你喜欢上他了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是觉得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很安心，很开心。我长这么大，第一次觉得原来外面的世界这么美好。黎黎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我还不知道他叫什么，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。既然喜欢，就去找他。这天下没有谁能拦得住你，阮惊鸿。我一定会找到他的。
我一定会找到他的。长公主，陆公子在外求见，说邀请公主一同去城外的温泉山庄赏梅。林旺哥，陆家公子，那是谁啊？陆家长子陆林旺，也算是一名才子，但是因为身体原因，从小就被养在老家，所以你没见过。黎黎，既然陆公子盛情相邀，不如就去散散心吧。总待在这府里，闷也闷坏了。我也去，我也想看看温泉山庄的梅花怎么样。清河，去备马车吧。是。这才对嘛，黎黎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帮你挡掉那些烦人的事情。黎黎，你快看，这里的梅花也太好看了吧，比皇宫里御花园的梅树好看100倍。清河，你先出去，我和惊鸿一起就行。这雾气，这香气，简直像神仙住的地方。今日来对了。长公主万安。得知公主愿赏光前来，林旺早已在此等候多时。今日山庄梅开全盛，特备下薄茶小食，只求能陪公主赏梅泛心，也让公主能歇歇乏。林旺哥，盛情相邀，本公主当然要赴约的。长公主客气了，公主与阮小姐，请随我来。黎黎，我们快进去吧，这么好看的梅花，不多看看可惜了。长公主客气了，公主与阮小姐，请随我来。梅林深处设有暖阁，既可以赏梅，又能泡温泉，最是惬意不过。黎黎，我们快进去吧，这么好看的梅花，不多看看可惜了。长公主，长公主，不好了，公主出大事了，天大的事啊！求长公主即刻回宫，即刻回宫啊！慌什么？天塌不下来，慢慢说，到底出了何事？若有半句虚言，提头来见。回长公主，以王丞相为首的世家旧党集结了数十位朝廷重臣，连同其门生足足上百人，此刻全部齐聚皇宫正阳门外，脱去官帽长不起。他们口口声声叩请陛下收回罢免王丞相和3代不能为官的成命，恳请陛下赦免王丞相。若陛下不允，他们便长跪致死，绝不退朝。好一个王丞相，死到临头竟还能煽动百官，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。王丞相旧党敢逼宫，我便亲自回宫坐镇朝堂。丽丽，这怎么办？王丞相他们人多势众，百官逼宫，陛下他……惊鸿，此事非同小可，我必须即刻回京。今日之约，怕是要辜负了。你先在此稍作等候，我会派侍卫护送你安全回京。黎黎，我不碍事，国事要紧，你快回去，我等你消息。传我命令，即刻备最快的马，全速回京。传令京中禁军或吴江将军麾下守军，即刻戒备，严守宫门。无我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得擅自放行，不得擅自对官员动手。若有趁机作乱、煽动民心者，格杀勿论。属下遵令。若有趁机作乱、煽动民心者，格杀勿论。是。朝中有变，本公主无暇赏梅。今日之约，就此作罢。下次本公主亲自邀请你。公主以国事为重，林旺理解。京中危险，公主务必保重自身。若有任何需要，陆家虽不比世家势大，但也可助公主一臂之力，为公主分忧。那我先走了。回京。王丞相，百官逼宫，黎黎可千万不能有事。王丞相那些人疯了不成，竟敢逼宫。惊鸿小姐，公主既已回京，朝中大事要紧，此地不宜久留。林旺身体不适，也不便再多做逗留，
先行告辞。陆公子慢走。警告：任务失败，未能留住司夜离，未能获取他信任，倒计时持续缩减，宿主身体稳定性下降。这是陆公子的玉佩。奇怪，我在哪儿见过这个？江南，还是……哎呀，光顾得想，人都走远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只能先替他收着，下次再还给他了。暗一，我们也速速回京，不得耽误。是。任务连续失败，宿主与本系统融合度变动，必须尽快完成任务，否则宿主不仅会失去健康，重回病弱，还会与本系统一同消失。我知道，我已经按你说的去做了。是朝中突发变故，阿里他不得不走。若不是王丞相这个老东西突然逼宫，我一定能获取他的信任。本系统不管理由，只看结果，下次再失败，惩罚加倍，立刻调整计划，等待下一次接近司夜离的机会。你的健康，你的欲望，你对司夜离的占有欲，都只能靠完成任务换取。我知道了，下一次我不会再失手。司夜离，这江山，还有你，都只能是我的。你，过来。你去带兵彻查丞相府，拿着这枚令牌，谁敢阻拦，直接就地斩杀。诺。恳请陛下赦免王丞相满门。恳请陛下赦免王丞相，免王丞相满门。臣霍无疆，见过公主。起来吧，陛下呢？禁军已按公主吩咐严守宫门，未让任何人擅自入宫，也未与大臣发生冲突。陛下在养心殿，听闻大臣们长跪不起，心绪不宁，命属下在此值守，等候公主归来。恒儿，慌什么？有姐姐在。姐姐，你可回来了？他们都跪着求朕收回成命，赦免王丞相。朕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王丞相他说自己是被冤枉的，但我不相信，我不想放了他，但官员们都在逼我。冤枉？王丞相陷害谢轩，阻挠新政，罪证确凿，何来冤枉之说？他现在在哪儿？在养心殿内，朕让侍卫看押着他。他一直喊冤，说贪墨赈灾银两的是他的族人，还说我们是故意针对世家。恒儿，记住，你是大晋的皇帝，皇权不可侵犯，律法不可亵渎。王丞相是否冤枉，查一查便知。走，我们去会会他。长公主，陛下，老臣冤枉啊！那赈灾银两
分明是族中不孝子弟私下参谋，老臣毫不知情啊！构陷谢轩一事更是子虚乌有，是有人刻意栽赃，欲置老臣于死地，挑拨陛下与世家离心啊！王丞相，事到如今还在巧言令色。你说赈灾银是族中子弟贪墨，那这封你亲笔批注同意私分银两的信函，又作何解释？信函上的字迹、印章都是王丞相的，一字一句都写着如何节流赈灾银，如何瓜分利益，铁证如山。这是伪造的，是有人陷害老臣。长公主，你辅佐陛下理政素来清明，怎能凭一封伪造的禁函就定老臣的罪？伪造？还有从你府中搜出的与敌国私通的密信，以及你暗中阻挠新政、克扣军饷的账册，难道也都是伪造？王怀安，你身居相位数10载，陛下待你不薄，委以重任，你却结党营私，把持朝政，视皇权为无物，视百姓性命如草芥。如今罪证确凿，还敢喊冤？陛下，老臣辅佐先帝，又忠心护持陛下登基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！若老臣倒了，世家离心，朝堂必乱，陛下的江山也将不稳啊！求陛下开恩，饶老臣一次，宽恕王家啊！姐姐，世家盘根错节，若是真的重惩王家，会不会……王怀安，你妄图以世家要挟陛下，真是痴心妄想。大晋的江山是皇家的江山，是百姓的江山，从不是你世家大族的私产。你构陷忠良，贪墨赈灾银，私通敌国，桩桩件件皆为死罪，满门抄斩，罪有应得。将王怀安押入天牢，严加看管，3日后午时问斩示众。其家族党羽一律彻查，但凡牵扯其中者，严惩不贷。不可，长公主不可啊！各位大臣，王怀安罪证确凿，律法无情，皇权无系。今日若再有借故逼宫、扰乱朝纲者，与王怀安同罪，绝不姑息。都散了吧。公主，陛下，宫门已恢复秩序，禁军已加强戒备，确保皇宫安稳。霍将军辛苦了，下去值守吧。皇姐，若不是你，朕今日怕是真的要乱了方寸。恒儿，你是皇帝，姐姐能护你一时，护不了你一世。守住皇权，严明律法，方能坐稳这江山。但今日你做得很好，没有因为大臣逼宫就下旨，反而是坚持自己的想法，做得很好。知道了，皇姐。宿主，王丞相已被打入天牢，3日后问斩，其党羽树倒猢狲散，相位空缺，正是提拔自己人的最佳时机。王怀安把持相位多年，挡了太多人的路，我不过是顺水推舟，把他私通敌国的密信和贪墨账册稍作加工，递到司业里手中罢了。没想到他果然雷厉风行。宿主此前策反的内事已确认，王丞相府中核心罪证皆是经他之手暗中转交，未曾留下任何痕迹。那是自然，王丞相一死，相位空悬，朝中世家就不群龙无首。我安插在朝中的棋子，刚好可以趁机上位。你帮我联络吏部侍郎张大人，告诉他明日早朝让他牵头联名举荐陆家旧友李默为相。是，就说我会保他日后官升3级。司业里想扶持寒门平衡朝堂，我便顺着他的心意，推一个寒门出身的棋子上位。等李默坐稳相位，朝堂军政便有一半能落入我手中。到时候想要扳倒司业里，便易如反掌。速将此信交给张大人，让他按计划行事，若有差池，提头来见。属下遵令。有事启奏，无事退朝。陛下，长公主王相伏法问斩，如今相位空缺，朝堂不稳。臣与众位大臣商议后，愿举荐一人为相。此人出身寒门，清正廉明，深谙朝政，定能辅佐陛下与长公主稳定朝纲。张大人所言何人？此人便是前江南道御史李默。李大人此前在西北查案有功，且无任何世家背景，一心效忠皇室，是相位的不二人选。臣等附议，恳请陛下公主任命李默为相。
王丞相刚下马，就这么多人推崇李默，未免太过巧合。皇姐，你觉得此事如何？李默确有才干，且无世家牵绊，任命其为相倒也合适。只是相位事关重大，我需再考察考察，若无异议，便准奏。四夜里，你终究还是会走进我的棋局。公主，属下按您的吩咐调查李默。他出身寒门，早年受陆家资助，才得以科举入仕，且一直和陆家有书信往来。但书信内容皆为寻常问候，无任何异动。陆家资助，王丞相倒台，收益最大的就是其余的世家大族，其中就有陆家。李默若真为陆家所用，那这个丞相……公主，是否要阻止此事？不必，李默的才干有目共睹，且无实证表明他与陆灵旺勾结，贸然阻止只会打草惊蛇。传令下去，密切监视李默的行踪与往来之人，若有异动，即刻禀报。属下遵令。灵旺哥，王丞相之死，真的只是罪有应得，还是中间有你插手呢？公子，长公主已同意考察3日，3日后便会下旨任命。多谢公子提携之恩。不必谢我，你能有今日，全靠你自己的才干。记住，坐上敬位后，按我之前的吩咐，暗中提拔陆家旧部，打压四叶离的心腹，尤其是谢轩与霍无疆，都逼断了他的左膀右臂。属下明白，只是长公主似乎对属下有所猜忌，这是意料之中的事。你只需按部就班，行事谨慎，在正式任命宰相之前，不留下任何把柄就行。属下定不负公子所托。去，属下告退。王怀安，你不过是我上位的垫脚石。宿主司夜里已派暗卫监视李默，他不过是疑神疑鬼，没有实证，翻不了天。李默谨小慎微，只要按计划行事，不出半月便能彻底站稳相位。检测到司夜里近期频繁与谢轩、霍无疆议事，似在筹备进一步整顿朝堂，需提前防范。无妨，等李默坐上相位，便让他以平衡朝局为由，提议拆分霍无疆的兵权，调移谢轩，让他们自顾不暇。四夜里，你亲手为我铺的路，我定会好好走下去。有事启奏，无事退朝。陛下，长公主，李默大人品行端正，才干出众，臣等再次恳请陛下、长公主任命李默为相，稳定朝纲。李默，你可知相位之重，须以江山百姓为重，不可有半分私心。臣知晓，臣出身寒门，蒙陛下与长公主信任，定当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绝不辜负皇室与百姓的期望。准奏，即日起任命李默为丞相，总领朝政，辅佐陛下处理国家大事。臣谢陛下，谢长公主。陛下圣明，长公主英明。丽丽，我又来找你了。惊鸿，这般冒冒失失的，又怎么了？听说你把王丞相押天牢了，来看看你，顺带把陆公子拉在温泉山庄的玉佩给你，你帮我还给他吗？倒是你眼尖，这确实是灵旺哥的玉佩，丢了贴身之物，想必又要暗自着急了。可不是嘛，我捡到的时候就猜是他的，本想直接送去陆府，可又害怕唐突，正好今天来看你，就只好麻烦你还回去了。你有心了，也亏的是你，不然这玉佩怕是要被来往的人捡走了。你放心，我回头就给他送过去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就知道找你准没错。对了，丽丽，你去的时候可得替我问问陆公子，温泉山庄的梅花开得正盛，咱们再一起去赏梅呀。哎呀，好姐姐，你就答应我嘛。知道了，定替你转达。你也别总贪玩，阮叔叔让你去书院的事也得上心。知道啦。哎呀，好姐姐，你就答应我嘛。知道了，定替你转达。你也别总贪玩，阮叔叔让你去书院的事也得上心。知道啦。宿主，玉佩遗失，那玉佩中藏着本系统的能量节点，若被司夜离或其他人发现，任务会暴露，你也将失去健康，重回病弱之身。我知道，
那玉佩应该是我一时疏忽遗失在温泉山庄，一时被阮惊鸿捡去了。他是司夜离最信任的人，若是他发现玉佩的异样，必定会告诉司夜离。那便想办法拿回来。3日之内必须取回玉佩，否则本系统将收回对你的健康加持，你将再次变得弱不禁风，连下床都难，更别说接近司夜离，完成统一天下的任务。我会取回玉佩。那你准备怎么做？难道你要利用这次的事吗？公主，您盯着这枚玉佩许久了，可是有什么心事？没什么，只是想起林旺哥，他发现玉佩遗失，定是心急。他身子刚愈，不宜过度操劳。你亲自去一趟陆家，将这枚玉佩交给陆公子，告知他无需特意来府中道谢，好好休养身子便是。奴婢遵命。宿主，若再无法取回玉佩，惩罚将即刻生效，你将重回病弱之身。公子，长公主府的侍女前来拜访，说是有要事相告。让她进来。陆公子，奴婢清河奉长公主之命，将玉佩送还给公子。公主说，知晓公子身子刚愈，无需特意前往长公主府道谢，还请公子好好休养。有劳清河姑娘跑一趟，也替我多谢长公主费心，劳她记挂我的身子。公子客气了，奴婢只是奉命行事。待我身子好些，定当亲自前往长公主府向她道谢。公子好好休养，奴婢告辞。玉佩已取回，能量节点恢复，解除惩罚预警，宿主身体状态稳定。阿离，你还和之前一样。玉佩已取回，能量节点恢复，解除惩罚预警，宿主身体状态稳定。阿离，你还和之前一样。司夜离信谢轩，信霍无疆，信萧策，这些人皆是他一手提拔。可他忘了，这世上最易变的是人心，最易被拿捏的是那些看似忠勇的软肋。检测到宿主产生任务思路，是否锁定目标人物谢轩？其刚从江南回京，手握世家贪墨证据，是司夜离新政的核心棋子。扳倒谢轩，可重创司夜离的朝堂势力。谢轩刚立大功，司夜离对他信任正浓，此时出手太过明显，只会打草惊蛇。霍无疆手握兵权，性子刚直，无懈可击。萧策是司夜离的贴身猎刃，寸步不离，难以近身。倒是你之前说的那个魏萧，被神秘人带走后，至今杳无音信，倒让我想起我在长公主府看到的那枚刻着璧谋的令牌。此人才是最好的棋子。检测到未知目标人物魏萧，宿主是否确定将其列为首要棋子？风险系数极高，可能触发世界线再次偏移。风险？我从出生起便活在风险里，换李默为丞相本就是一招险棋，若不赌一把，我终究只是个苟延残喘的病秧子，连靠近阿离的资格都没有。备车，我要去西市口，那个魏萧被带走的地方。我要去西市口，那个魏萧被带走的地方。老伯，来一杯凉茶。公子看着面生，不是西市这边的人吧？闲来无事，随意走走。前些日子，听闻这巷口出了点事，一个少年被人贩子围打，不知老伯可有耳闻？公子倒是消息灵通，那少年凶得很，跟一头小野狼似的。后来被一个穿白衫的公子带走了。那公子也是个怪人，给那个少年说了没几句，给了人贩子一锭银子，就把人领走了。那白衫公子可有什么特征？比如腰间的信物，或者说话的口音？特征嘛，倒是没看清脸，
戴着一顶斗笠，遮得严严实实。不过他抬手的时候，我看见他手腕上戴着一枚黑色的令牌，上面刻着一只闭着的眼睛，怪得很。谢谢。阁下是何人？为何对我下手？原来如此，那阁下是想干什么？主人有令，若见闻之前的事情的人，带往西郊废园。这一步赌对了，那个神秘的白山公子终于要见我。阁下便是大名鼎鼎的白山公子，久仰。陆灵旺，陆家弃子，身中奇毒，活不过25。最近不知撞了什么大运，身子好了，武功也有了，还想娶司夜离，夺大晋江山。我说的可对，阁下倒是对我了如指掌，就是不知何时改行做起了打探消息的行当。放肆！竟敢对阁主如此说话！退下，抄耳朵。我对你这人挺感兴趣的，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让我新鲜的久一点。对了，你前几次杀人后撒的那药粉是什么名堂？人直接化得干干净净，真是杀人越货的好宝贝。药粉，他竟然看见了，绝不能认。公子说笑了，我哪有这般诡异的药粉？我看你这块玉佩倒是眼熟得很。前些日子我见的那个人身上也带着一块一模一样的。陆公子的玉佩是大街上随便捡的吗？既然如此，便不必虚与委实。你我合作，事半功倍。合作？你连陆家都掌控不住，无兵无权无门无派，凭什么跟我谈合作？我凭的是，我知道司夜离的一切。他重情，护着司景恒，信着谢轩霍无疆，这是他的死穴。他刚平定北狄，朝堂看似安稳，世家余孽却蠢蠢欲动，这是他的破绽。而阁下，你有武艺，有死士，有斩月阁，却不懂朝堂尔虞我诈，不懂借刀杀人，挑拨离间。你我一明一暗，一内一外。我搅乱朝堂，你掌暗线。魏萧做插在他身边的刀，何愁扳不倒司夜离？主人，陆公子说的没错，司夜离那日见我被打，冷眼旁观，见死不救，此仇我必报。可以合作，不过我有条件。扳倒大晋之后，江山归我，你保一世荣华。司夜离我可以丢给你，另外我能让你活过25。一言为定。但在那之前，我们要先做一件事，除掉谢轩，断司夜离左臂右膀。这件事只有魏萧能做。陆公子吩咐，我万死不辞。除掉谢轩，断司夜离左臂右膀。这件事只有魏萧能做。陆公子吩咐，我万死不辞。宿主已与苏燕、魏萧结成同盟，任务进度开启10%，身体融合度暂时稳定。谢轩什么时候入京？检测到谢轩今日回京，已入翰林院复命。司夜离为其接风洗尘，今夜将在长公主府设宴，这是刺杀谢轩的最佳时机。魏萧，今夜长公主府设宴，谢轩必去。那我现在就去路上杀了他。那你杀了之后如何脱身？府中守卫虽严，却有一处破绽。在哪儿？西角门的守卫是元王丞相的旧部，我让人给他一笔钱，3更时分西角门会打开，你只需潜入宴席，趁乱刺杀谢轩，之后离开即可。陆公子，司夜离也在长公主府，若是被他发现，我怕是难以脱身。你无需担心司夜离，今夜我会亲自前往长公主府，以探望司夜离为由，让他无暇顾及宴席。你的目标只有谢轩，若是事成，你家公子会给你一世荣华；若是失败，你便是唯一的替罪羊，你家公子也不会救你，你懂吗？我懂。今夜必取谢轩项上人头。拿着这个，西角门的守卫见此玉佩，便会放你进去。记住，3更时分，过时不候。公主，李默刚上任便动作频频，今日已提拔3名陆家旧部担任吏部主事与户部郎中，且明日早朝，他计划上奏拆分霍吴家的兵权。果然不出所料，他这是急于巩固势力，想要断我臂膀。是否要阻止？不必。拆分兵权之事，他
他以边境防御为由，师出有名，贸然阻止，会显得我偏袒霍无疆。你去告知霍无疆，让他暂且忍耐，我自有对策。另外，密切关注李默提拔的那3人，查清他们的底细。属下遵令。若有贪墨舞弊之举，即刻禀报。灵旺哥，你设计除掉王丞相，提拔自己的人上位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灵旺哥，你设计除掉王丞相，提拔自己的人上位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宿主，系统，你说魏骁会成功吗？魏骁武功高强，狠力果断，且此次计划天衣无缝，成功率高达80%。只是宿主亲自前往长公主府，风险系数极高，若被司业离察觉异常，将前功尽弃。风险？我若不去，如何能拖住司业离？如何能让他相信我只是单纯探望他的故人？更何况，我想见他，哪怕只是一眼，哪怕是以这样的方式。谢大人有功，为大郑除去毒瘤。谢大人胆识过人，此次能查出水灾营亏空案，全靠长公主的信任与陛下的支持。谢轩不敢居功。谢轩不必过谦，你孤身前往江南，不惧危险，终将真相大白。此等胆识与能力，值得嘉奖。今日设宴，不仅是为你接风洗尘，更是为了庆祝我大晋朝堂清明，百姓安乐。是啊，来，干杯！无妨，许是野猫，不必大惊小怪，扫了众人的兴。灵旺哥今日为何没来？按说这样的场合，他定会借机前来，难道是我多心了？公主，陆公子前来探望，快请。诸位稍等，我去就回。灵旺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的身体刚好，怎可在外奔波？听闻长公主今日为谢轩接风洗尘，担心你操劳过度，便过来看看阿丽眼底的轻盈，还是魏骁。灵旺哥身子不适，便该好好休养，何必特意跑一趟？只是朝堂之事，终究是要费心的。听闻谢轩从江南带回了不少世家贪墨的证据，朝堂之上，怕是又要掀起一阵风浪。世家势力盘根错节，你如此打压，怕是会引来反噬。你一个女子，替还未成熟的弟弟撑着这大晋的江山，太辛苦了。灵旺哥，这朝堂之事，我自有分寸。世家虽强，却也不能一手遮天。只要本宫与陛下一心，与百姓一心，便无惧任何反噬。倒是刚上任的李丞相，动静比较大。是吗？其实那日在温泉山庄，我便想告诉你，朝堂之上人心叵测，哪怕是你一手提拔的人，也未必可信。你要多留个心眼儿。不好，出事了！阿丽，外面危险，你切我出去。灵旺哥，放手！府中出事，我身为长公主，岂能坐视不理？大胆刺客，竟敢在长公主府行刺朝廷命官，找死！哼！啊！快，保护谢大人，拿下刺客！若是魏骁被擒，一旦供出自己与苏颜的关联，所有都将功亏一篑。自己必须想办法让他脱身，却又不能引起阿离的怀疑。魏骁！阿离，稍等！灵旺哥，你拦我做什么？
此人身戴面具，手持短刀，在长公主府行刺谢轩，罪该万死。莫非你认识他？阿离，你听我说，我虽不认识此人，可你看他身手不凡，显然是有备而来，绝非寻常刺客。谢轩大人虽重伤，但暂无性命之忧，不如先留他一条活口，细细审问，说不定能挖出背后主使，一网打尽，就地斩杀，就断了线索。长公主饶命！小人一时被人蛊惑，才做出此等傻事，求长公主留小人一条命。小人愿将背后主使和盘托出，戴罪立功。林望哥，你可知欺君之罪，该当何罪？阿离，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方才阻拦你，只是觉得留那面具人活口更有利，我怎会欺瞒你？林望哥，这枚玉佩你可认识？西角门守卫已经招供，说为持有此玉佩的人打开门。这枚玉佩与你腰间的玉佩一模一样。阿离，一枚仿品玉佩便定我的罪，是否太过草率？相似的玉佩数不胜数，不过是有心人刻意仿制，怎能证明此事与我有关？陆公子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敢狡辩？西角门的守卫说，给他银子的人身着素色锦袍，腰上带着玉佩，与你今日的装扮一模一样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阿离，你真的不信我吗？我对你的心意天地可见，我怎会做出此等伤害你、危害长公主府的事情？这一定是有人陷害我，有人想挑拨你与我的关系，借你的手除掉我啊！林望哥，我曾信你，视你为最亲近的人，可你却一次次的欺骗我、利用我。既然阿离已经查到了这份伤，再隐瞒下去也只是徒劳。阿离，既然你都查到了，那我也不必再装了。我承认，此事是我做的。谢轩是你的左膀右臂，除掉他才能断你的根基。我就是要扳倒你，夺了这大晋的江山。这一切都是我谋划已久的，但我是为了你。我自知配不上你，只要我有皇位，我就可以娶你了。阿离，你知道吗？我心悦你，从小时候就一直喜欢你。阿离，你知道吗？我心悦你，从小时候就一直喜欢你。住口！陆林望，你说心悦我，所以你就要夺走大晋的江山，让我臣服于你吗？别再自欺欺人了，你自己想要皇位，却说是为了我，你真虚伪。今日我便替天行道，斩了你这个乱臣贼子！走。废物，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。若不是我及时赶到，你早已成为司夜离的剑下亡魂。我也没想到司夜离竟如此警惕，萧策的守卫如此森严。不过此次虽未刺杀谢轩，却也让他知道，这朝堂之上并非只有他一人说了算。宿主任务失败，身体融合度下降至50%，触发终极惩罚，剥夺部分武功。即日起，宿主的武功将逐渐消退，直至任务完成。系统，你敢罚我？若不是你未能提前探测，若不是你未能给我足够的支持，我怎会失败？宿主任务失败，理应受罚。本系统只看结果，若宿主再敢质疑本系统，将直接剥夺宿主的生命。如今我们身份暴露，司夜离必定会严加防备，刺杀谢轩已是不可能。我们必须改变计划。公主，臣今日险些遭奸人暗算，雷及公主忧心，更搅乱宴席，臣之过也。与你无关，何错之有？陆林望处心积虑布局，你追查世家贪墨，断了他们的命脉，他自然视你为眼中钉、肉中刺。那陆林望真是狼心狗肺！公主念及年少情分，屡次照拂他，他却伪装温润，暗藏祸心，勾结白山逆贼。末将掘地3尺，也要将他揪出来。那枚玉佩仿品，买通的守卫，刺杀时机环环相扣，绝非一时兴起。只是那与陆林望勾结的白山公子样子，
倒让我想起一桩旧案。慢着，公主，贸然搜捕只会打草惊蛇。陆灵旺既然敢策划行刺，必然早已备好藏身之地。且那白山公子身手不凡，硬拼只会徒增伤亡。萧策，属下在。传我命令，紧盯陆府，不许放过任何出入之人，尤其是陆家长辈与旧仆，记录其行踪，不必打草惊蛇。霍无疆带兵驻守城西废园，24时辰轮守，发现可疑人员即刻擒拿，不许放走一人。萧策暗中排查京中客栈、荒宅密道，重点搜查前朝遗留的暗宝。陆灵旺在京中无实权，能藏身之处必定隐秘。属下即刻安排。属下即刻安排。切记，暗卫行事隐秘，不可惊动百姓，更不能让陆灵旺察觉我们已锁定他的踪迹。另外，加派谢大人护卫，各配10名精锐暗卫，寸步不离，严防他再动杀机。谢公主体恤。陆灵旺，你我年少相识，可你自玉佩试探起，便勾结逆贼，刺杀重臣，谋乱朝堂，早已踏破我底线。从今往后，你我再无情分，唯有敌我。下次相见，非你伏法，便是我死。至于那白山公子，走。若真是苏家遗孤，今日敢与陆灵旺勾结乱国，便是丝绸国恨交织，我亦绝不姑息。公主操劳一日未歇，不如饮杯安神茶稍作歇息。此处有萧大人与诸位大人值守，无碍的。乱世未平，奸佞未除，我如何安歇？谢大人，继续彻查世家贪墨一案，务必连根拔起，不留后患。霍将军，即刻整顿经济驻军，加固城防，严查出入人员，严防陆灵旺勾结外兵。臣遵旨。退下吧。阿离，我就要离开一阵子，去我祖母家里，你记得等我。此玉赠你，愿你岁岁平安。主人，属下无能，刺杀失败。还连累主人仓皇逃窜，险些落入四叶里手中，请主人降罪。起来吧，败成这样，我还不需要你自裁给我添彩头。不怪魏萧，是我低估了四叶里，我没想到他竟然如此警惕，计划这般周密，连一丝破绽都没有。你低估的从来不是他，是你自己的自负。你以为凭着几分算计就能拿捏住四叶离，未免太天真了。不过现在不是说这些废话的时候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我们不能就这么算了，必须反击。我绝不会就这么认输。被动挨打，我苏瑶这辈子从没有被动过。司叶林欠我的，欠苏家满门的，要用他的命，用司家所有人来还。我要留在京城，我要亲眼看着他低头，看着他后悔，看着他心甘情愿地来到我身边。你想看他低头，倒是有趣。不过我和你不一样。我想看司家满门覆灭，想让他尝一尝我苏家所受苦。看在你还有几分用处的份上，我就陪你玩这一场。但你记住，别拖我后腿。若是因为你坏了我复仇的大计，我会让你死得比司叶离狠。老爷，这可怎么办啊？灵旺那孩子怎么就这么糊涂？谋逆乃是诛九族的大罪啊！那个疯子，他真的是疯了，竟然刺杀朝中官员，勾结逆贼，当初还不如死在外面。我们陆家世代书香，难道要毁他手里了？还有与他勾结的苏宪，听说身份神秘，若是牵连我们陆家，更是万劫不复啊！父亲、母亲、哥哥他不回来了吗？闭嘴！不许再提陆灵旺，他不是你哥哥，我们陆家没有这样恶毒心狠之人。你吼什么啊？别怕，别怕，父亲不是在说你。乖润安，陆尚书、陆夫人，主人传来密令。信上写了什么？信上说，明日早朝他会发难，让我们在朝中联络旧友，
配合他弹劾谢轩、霍无疆。若是我们敢背叛他，他就先一把火烧了陆府，让我们所有人都不得好死。造孽呀！这是造孽呀！完了，陆家彻底完了。属下李默参见公子，不知公子深夜驾临，有何吩咐？属下万死不辞。李默，我今日找你，是要你明日早朝当众弹劾谢轩、霍无疆。李默，你身为丞相，又是世家旧部之首，由你出面弹劾，名正言顺，也更具说服力。谢轩弹劾你贪墨，霍无疆又一直打压世家旧部，你出面指控二人合情合理，不会引人怀疑。属下明白。公子放心，明日早朝，属下定当拼尽全力，将二人的罪证公之于众，绝不辜负公子的信任与赞。这是谢轩、霍无疆私通敌国伪造的罪证，细节天衣无缝，明日当众呈上。明日早朝，你只需声色俱厉地弹劾二人，一口咬定他们私通敌国、贪墨军饷、构陷忠良，剩下的自有我安排。无论司业里如何质问，你都要一口咬定，不许露馅。属下不敢，此生为公子马首是瞻，绝无二心。世家旧部已安排妥当，会配合你造势施压。明日之事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若是输了，你知道后果。属下定不辱使命，事不成便当场自裁。行了，你好好准备吧，把证据收好。明日早朝别出任何差错。我们先走了。若是有任何变故，会有人联系你。有事起奏，无事退朝。陛下，御史中丞谢轩、镇国大将军霍无疆收受贿赂、贪墨军饷，乃国之奸贼，请陛下即刻将二人革职查办，以正朝纲。谢轩、镇国大将军霍无疆收受贿赂、贪墨军饷，乃国之奸贼，请陛下即刻将二人革职查办，以正朝纲。李丞相，诬陷重臣须有证据，否则便是谋逆之罪。臣有密信、账本为证，人证物证俱在，请长公主明察。请陛下、长公主查办谢轩、霍无疆，以正朝纲。陛下、长公主，此事纯属诬陷。谢大人与霍将军忠心耿耿，绝不可能做出这等大逆不道之事。正是，李丞相乃是世家旧部，定是诬陷忠良。都给我住口！密信何在？账本何在？人证又在何处？呈上来。臣这里便是证据。李默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在金銮殿之上伪造密信，诬陷忠良，意图搅乱朝纲。长公主，臣没有，这证据千真万确，绝无虚假。你背后之人是陆灵旺吧？谢大人清正廉明，为民除害；霍将军忠勇善战，保家卫国。此二人乃是我大晋的栋梁之才，尔等妖言惑众，构陷忠良，意图勾结逆贼，谋乱朝纲，罪同谋逆，株连九族。来人，将李默等一众世家旧臣全部拿下，打入天牢，彻查所有余党，一个都不许放过。绝不能连累陆公子。太医，赶紧叫太医，不能叫
启禀陛下，长公主，李丞相伤口不是很严重，没有生命危险。带下去吧。今日之事便是警示，再有诬陷忠良、勾结逆贼者，杀无赦，彻查到底，绝不姑息。臣等遵旨，长公主英明。大事不好，大事不好！说，失败了，全都失败了。长公主识破证据，将李大人等人打入天牢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一眼识破？我早就说过，司夜离不是你能玩的，是你太自负，太想赢。是他不给我活路，是他逼我的。他知道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，他为何非要赶尽杀绝？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！宿主处境极度危险，建议即刻逃离京城，暗卫3分钟后抵达。逼你的不是他，是你心里的执念。我不信，我赢不了他。现在就去劫天牢攻公主府，不成功便成仁。劫天牢攻公主府，听着倒是很爽，那就陪你玩票大的。魏骁，集合死士，今夜子时行动。属下遵命。公主，属下按照您的命令，3路暗卫已行动，暂未发现陆灵王踪迹。没有踪迹才是最可怕的。他计划败露，必会狗急跳墙，做出极端之事。公主，依臣之见，陆灵王失势，大概率会劫天牢，妄图东山再起。谢大人所言极是，末将愿率精兵驻守天牢，定叫他有来无回。他不仅会劫天牢，还会顺势强攻公主府。如今走投无路，必定会拼死一搏，想要一举翻盘。公主的意思是，我们早已料到他的计划。我早已布下天罗地网，就等他自投罗网。霍将军，你率兵埋伏在天牢四周，不许放走一人。萧策，你率暗卫埋伏在公主府，待他带人攻来，四面围堵。是。谢大人，你在宫中辅佐陛下，稳定朝堂，以防有人趁机作乱。臣遵旨。宿主，我回来了，我终于找到方法了。啊，为什么你已经知道神秘人是谁了？我……好了，你先说你查到什么。宿主，对不起，裴延州的系统跑到陆阎王身上了。宿主，都是我们的原因，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。你能承担什么后果？现在已经让裴延州的系统跑了，难道要我杀了自己的好友吗？宿主，不是这样的，系统只会绑定将死之人。您的好友陆灵望其实已经死了。你说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只是一个系统，我没有办法改变过去。此时动手，魏骁，待死士破大门，我与陆灵望救人。这次别再演杂了，我可不想看你白白送人头，坏了我们的大事。明白，属下定不辱使命。快，时间紧迫！快，有敌袭！主人，袭终于来了，多谢主人救命之恩。废话少说，随我突围，前往公主府。愿随主人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陆灵望，别想跑了！公主早已设下此番，尔等今日走不了了。司夜离，你竟然这般对我！
逆贼，束手就擒，饶你不死！束手就擒，做梦！今日不是我死，就是你们亡！杀！你们都该死！快带他走！追，别让他跑了！是。四叶离，你为什么非要逼我？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啊！我想变强，想摆脱病弱之躯，想站在最高处，想配得上你。我想给你这万里江山，想让你成为这世界最幸福的女子。你为什么就是不懂？为什么非要对我赶尽杀绝？陆凌望，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？我想要的从来不是万里江山，不是你所谓的给我一切。我想要的是朝堂清明，是百姓安乐，是江山稳固，是这世间再无战乱。你变成了一个被欲望操控的疯子。年少情分，我曾念及，可你一次次践踏，一次次突破底线，我们之间早就没有任何可能了。今日你我之间的恩怨情仇该彻底了结了。了结？怎么了结？我从出生就是陆家弃子，在乡下受尽冷眼，久病缠身，苟延残喘。若不是系统，我早就死了。我没错，我做的一切都没错。既然你不肯跟我走，既然你非要置我于死地，那我就毁了这一切。我得不到的，谁也别想得到。长公主殿下，好久不见，私家的债我来讨了。哦，你是苏家的遗孤。你终于知道了，20年了，我等这一天等的花儿都谢了。我隐忍臣服，苟延残喘，就是为了今日，为了给苏家满门报仇雪恨。放箭！司夜离，你赢了，但我不后悔能和你对着干一场，能亲手搅动这朝堂风云，能为苏家满门出一口恶气，值了。放箭！哈哈哈哈，痛快，真是痛快！司夜离，今日我虽死，却绝不会善罢甘休。苏家的冤屈，终有一日会彻底昭雪。司家血债血偿，真想再去一趟关外啊！我本以为我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到他。陆凌望，他的结局就是你的前车之鉴。今日你我之间该做个了断了。阿丽，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你。从年少初见，你站在桃花树下对我笑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喜欢你。我知道，可喜欢从来不是伤害的借口，更不是你作恶的理由。你被执念蒙蔽了双眼，走上了一条不归路，再也回不了头了。警报！警报！终极任务失败，启动终极惩罚，剥夺所有生命体征。若有来生，只想守着你，看桃花开落。长公主英明，逆贼伏诛，天下安定。长公主英明，逆贼伏诛，天下安定。
主，裴彦州的系统已经被我抓住了，他不会在这个世界作乱了。是啊，不会再作乱了。公主，逆贼和李默等10家旧部全部打入天牢，秋后问斩。京中动乱已平，民心安定，百姓无不拍手称快。公主，京畿驻军整顿完毕，城防加固，边境安稳，无外敌来犯。好，乱世已平，奸佞伏诛。接下来辅佐陛下轻徭薄赋，让百姓安居乐业。属下遵旨，定不辱使命。公主，您终于可以歇息了。如今天下安定，你也该好好保重身体了。有诸位大人相助，有百姓拥护，有陛下信任，这江山定会越来越好。陛下，长公主英明，我等百姓安居乐业，丰衣足食，此乃千古盛德，特献上万民伞功德牌，祝愿陛下圣明，长公主福寿安康。陛下，天下安定，百姓安乐，皆是陛下圣明，众臣辅佐，百姓勤劳之故。臣愿护大晋万年无恙。长公主仁德，陛下圣明，大晋万年。宿主，好久不见。系统，自你当年离去，一晃已经3年。这些年，你去了何处？我将那台叛逃系统的核心意识带回意识世界进行格式化清剿，它执念过重，规则崩坏，已彻底失去存在价值。所以，你今日重现是来履约的。宿主，按照原本的约定，是现在你跟我们一起走，但由于陆灵旺和系统的事情，我给你申请了一个特权。你们还能给我申请特权，够可以啊。宿主，我们还是很人性化的。这次我给您申请的是，让您可以在这里待10年，10年后我会带您走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宿主。我们还要感谢你帮我们抓住那个系统。我走了，宿主，10年后见。再见。